大家好，我是大王，我是小王。哎呀妈呀，太刺激了！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，不是故事，是真人真事儿，来自一篇财新的深度报道。标题呢就叫做"全还买豪宅的听官夫人，举报贪官的情侣和一桩敲诈案"。听起来确实刺激。大家想象这样一幅场景：一个女人拿着8个超大行李箱，装满现金，跑到北京顺义买一套3480万的豪宅。然后这卖家呀，看到那些钱啊，据说当时都懵了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的现金。然后啊，这个买豪宅的女人后来就拒绝支付当初承诺的400万家具款，结果把自己的男人，新疆一个手握重权的国企一把手，直接送进了监狱。哎呀，这拿着现金巨款去买房，就感觉特别此地无银300两，谁家好人带着这么多现金买房呀？对，这不太容易暴露了。但是他不拿现金也不行啊，因为这个钱来路不明。你说这两人名下突然出现了3000多万，那你说他怎么去解释这个钱的来源？所以他就只能拿着现金去。两相其害取其轻。对啊，而那个呀，把他举报进去的这个卖家哈，现在呢是一个跑路出国了，就是太太跑路出国了。另外呢，老公呢被抓了，现在还在等待审判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举报人也成了被告，然后被告呢又喊冤，贪官落马，赃款又追回部分。现在双方交易的这个房子到底归谁，还没有说得清楚。这么一圈绕下来，可以说这个案件里的涉及的每个人都没有全身而退。好，咱们下面一件件来说。这件事的主角一共有4个人，第一个叫胡国强，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他1971年4月出生，曾经担任和田地区的纪委书记、和田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，在2019年12月调任了新疆能源集团的一把手，在新疆的政商圈盘踞超过20年，可以说是一个实打实的厅级干部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张爽，也就是胡国强的婚外女友，后来呢成为他的妻子。这个张爽啊，在北京的日常开销据说是极为奢靡的哈，牛羊肉是专门从新疆空运啊，因为你看老公在新疆嘛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孩子外出旅行有随行的保姆陪同啊，而且经常坐头等舱啊，不在话下。两个人呢非婚生子啊，仅3、4岁的时候就举办了模特专场秀，这种生活水准啊，张爽一个人肯定是支撑不下来的，那背后肯定全靠老胡的这个公款和灰色收入。根据知情人士的讲述啊，胡国强和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之后啊，就迅速的相恋了。然后张爽啊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，并以此要挟胡国强离婚，否则就要检举揭发。这段关系啊，本来就是一个烫手山芋，偏偏老胡啊就往这里面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和感情。第3个和第4个人啊，就是这个房子的卖家刘媛和她的男友赵瑞胜。刘媛呢是1987年出生，做生意的哈。那赵瑞胜呢是90年的码农，两个人的手里有一套顺义区的别墅，挂牌价3480万。可以说这两个人啊，靠自己的奋斗也是身家不菲。这个事情啊，就发生在2021年，张爽啊找上了门，就要买这套房子。成交当天，他带了8个超大的行李箱，里面全是现金。刘媛和张瑞胜虽然也是有不少资产，但当场啊就傻了，就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啊，也没见过有人这么买房。钱摆在面前，两个人当时就有点犹豫啊，说这钱是不是来路不明啊？张爽当时就大手一挥，说你们房子里不还有家具吗？我再多给你400万一起买了，但是你们呢得帮我把这个现金存进银行，就直接当做买房款进入你们的账户。这刘媛和赵瑞胜想一想，反正啊这钱来路不明，也不是自己的来路不明，是吧？然后再加上又多了400万，咬咬牙就答应了。但接下来的这个存钱过程啊，比想象中要复杂。银行这边啊要求张爽先开立账户，再把钱呢从张爽账户转到卖家账户，就走一个正规的流程。但张爽啊肯定不敢这么做呀，也不肯，他就想让这个现金直接存到卖家的这个卡上，绕过中间那道痕迹。那第一家银行他们去了，不干，换了一家。换了这家银行之后呢，这个银行就同意了。工作人员整整点了1个下午才点完了1300万，剩下的第2天呢就继续点。然后最后啊，这个3480万就这么一张一张就点完了，存进了刘媛的账户。那这房子就算卖完了。然后卖家就说呀，
租客还在住啊，得再过1年才能交房。张爽说没问题。然后刘源就问说那400万的家具款呢？这张爽啊就飘了呀，反正现在房子已经过户了。他就说那我老公是大官啊，我们家做工程的，我们不差钱儿，意思就是啊我记着，但别着急啊，你也别着急。然后就没过几个月啊，这个张爽啊就叫上了6、7个男人，以看房的名义就开始去这套他买下的房子去骚扰租客，就白天晚上这么闹啊，租客啊就受不了了，提前就退租了。这样一来呢，卖家就相当于损失了一笔租金，然后这个卖家刘源就让张爽来赔偿这笔损失，张爽就不认这笔账啊，然后刘源又要这400万的装修家具款，然后张爽直接说没有这回事儿，概不承认。于是啊，这个刘源和赵瑞胜就想走法律途径打民事诉讼。这官司啊刚立起来就被人给压了，不光是这个诉讼被压呀，这2个人开始呢还就收到了一些各种恐吓。然后到了这个节点啊，刘源这2个人开始认真的调查，这背后到底是谁呀？有这么大能量？一查呀，张爽的背后啊是新疆能源集团的董事长胡国强。现金买豪宅，行李箱装钞票，这钱哪儿来的？不言而喻吧。于是啊，这2个卖家的想法就很现实。那你不是大官吗？那我们就去查你。根据这个报道里说啊，他们就开始跟踪胡国强了，安装 GPS 偷拍，掌握一批他的行踪和贪腐的线索。之后2个人找上门去，希望老胡拿出大约800万来了结这件事儿，也就是400万的家具款加上一些其他的损失赔偿啊。因为啊，他们为此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、精力和情绪嘛，是吧？貌似好像也是挺合理的。但这个老胡的回应就非常直接啊，就直接让人把这位男士赵瑞胜给揍了一顿。那之后啊，刘源和赵瑞胜彻底就把路给走绝了，他就开始向新疆的纪委啊、中纪委持续的举报信那是一封接一封，从2022年初一直举报到2023年。这个老胡被举报之后啊，首先就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，试图逼迫这个卖方放弃举报，但乌鲁木齐警方没有给予立案。于是啊，老胡又在北京报案，说他被敲诈勒索。于是啊，北京顺义的警方在2023年的11月27号成立了专案，将男方赵瑞胜刑事拘留，女方刘源被追逃。2023年的12月，经过多名北京居民持续的举报啊，老胡最终还是落马了。看来这个赵瑞胜和刘源还有后援团呢，还有人应该是他们的亲戚吧？一起举报。然后这个老胡呢，最终呢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。经查呀，这胡国强啊，自2013年至2023年违规收受了包括玉石、黄金、高档烟酒等等礼品，又接受私营企业主的支付的各种旅游费用，还存在其他的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呀。被开除了党籍，开除公职，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了检察机关依法进行审查起诉。至于那套3480万的顺义的别墅，作为涉案的资产，现在赃款啊大部分已经被追回了。这套房子的卖家中的女方刘源，她在案发前已经出逃到境外去了。然后这个男方赵瑞胜现在被捕，目前仍在等待审判。当前这个状态就是啊，这个胡国强和张爽啊，对刘源和赵瑞胜提起控告，罪名是敲诈勒索。他又反过来告他们了。对啊，之前就是因为告他们，所以被顺义警方已经被拘留了嘛。这个男方，检方呢就指控刘爽和赵瑞胜通过跟踪、安装 GPS、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的行动轨迹，致使胡国强、张爽心生恐惧。这桩敲诈案至今仍在审理之中。我看很多网友就提出疑问啊，你看这个老胡作为一个贪官是吧，反正也不是自己辛苦赚的钱，贪的钱嘛，来的又快又多，400万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个大数目，至于的吗？就因为这400万，你看不是把自己就给葬送了吗？对，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这个400万的纠纷就双方这个痛快把钱都结清了，也就是说没有后来的这个什么去调查，然后去敲诈勒索也好，或者是说这个举报，就没有这个事儿，这个案子可能就现在还不会出现。而且从政的人啊，大多都应该非常谨慎敏感啊，尤其是对待这些灰色收入的问题。你说他老婆刘爽这么做，我就觉得已经够奇葩的了，对吧？你说你答应了别人400万这个家具款，然后又不给，出尔反尔，又拿着现金去买房，还不低调一点，然后结果老胡呢，居然还派人又去打他们，这也更是离谱加离谱了。
听起来好像确实有点不合逻辑哈，但背后啊其实有一个本质的问题，就这一是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，而是啊老胡他们一家人从来就没有吃亏的这个习惯。你看胡国强哈，他在新疆从政超过了20年，他长期呢盘踞在新疆，先后在纪委啊，还有乌鲁木齐市和和田地区担任重要的职务哈，领导职务。可以说他的势力是比较庞大的，关系网是错综复杂的，也结交了一些社会的闲散人员。那这种人啊，你看他出行往往就有人接送，吃喝有人买单，在他的观念里，他就是想压谁就压谁，从来都是他占别人便宜，哪轮得上别人爬他头上啊？当然，这个别人指的是啊级别低于他的这些别人。那张爽那边呢，也是一样的逻辑啊。他跟刘源就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公是胡书记啊，你去哪儿告都没用。”这句话呀，他应该不是随口说的，他是真的这么相信啊。因为之前他这么做过，都是非常保真，都非常灵验，所以这400万不是小钱儿不小钱儿的问题，就是他从未习惯过妥协。在他们这个逻辑里，弱势方只有2条路，要么认，要么被打。这个卖方刘源答应他的钱没给他，他就应该忍着。那一个卖家在他们眼里肯定就不值得就花这个400万去摆平，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需要通过花钱来买安全感的这种先例。但是刘源就不一样，这个卖方呢，刘源他是做生意的，手头是有资金，有能力请律师，还能雇人进行跟踪啊，他还真就掌握了老胡的一些行踪和证据，而且他足够狠呐，足够恨。对呀，那毕竟你说人家卖家作为原房东，在北京也是住着3000万房子的人，也不是等闲之辈嘛。对，所以张爽的那种傲慢和嚣张，就点燃了刘爽这个卖家的这个心里的那把火。这胡国强和张爽，他就算错了一件事儿啊，就是把刘源这个卖家当成了他们以前对付过的那种普通人，然后又打赵瑞胜，那是胡国强可能以前的这种常规操作，照理啊应该就把人吓退了。但是啊，你看他打完之后，这刘源和赵瑞胜不仅没有退，反而开始不停的举报、再举报。得说呀，这是因为这2个人长期生活在北京，那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啊，手里有点钱，他们是有一定的底气和一定的见识，去敢于这么去对抗的。其实啊，你看那400万，就是早点给了，一切都不会发生啊。对，最后可以说就是胡国强和他的太太的那种吝啬和傲慢，直接触发了整个反应。最后呢，3480万的豪宅，连同他们这20多年的积累的一切，全部归零了。那有网友评论说，财新的这篇报道其实还是收敛了写的，就是网间有一些其他的传闻，就是在财新报道之外，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啊，我们给大家讲一讲。当然，这部分传闻主要是来自于网上的一些说法，并没有被官方认定为事实哈。就是传闻啊，这个胡国强在落马之前对刘源和赵瑞胜的打压呢，可以说是非常全面的，而且手段挺狠。先说身体方面了。据说这个刘源有个司机哈，这个司机呢在跟随刘源行动期间，曾经被3辆车的人追踪并且围堵，当场被殴打至昏迷。醒来的时候呢，人已经在派出所里了，而殴打他的人啊也出现在同一个房间。之后啊，胡国强就亲自出面现身了。之后啊，这件事呢就草草了结，不了了之了。刘源本人呢，据说在机场转机的时候被6、7个人强行围住，强行扒掉上衣，还拍照录像。然后用这些照片作为威胁，据说这件事儿同样也草草了结，没有被追究。这法律途径还有说啊，这个刘源方面走民事诉讼来讨要这400万，然后代理律师啊直接收到了威胁，说给你们出主意的律师活不过3个月。最后啊，这律师被吓退了，然后刘源呢也被迫撤案。再有呢，就是被渗透，啥意思呢？就是刘源，咱们前面提到那个司机啊。他呢之前被殴打了，后来呢他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就主动啊向司法机关提供刘源一方的敲诈勒索的证据，成为了胡国强一方的污点证人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被打昏迷过的人，后来站到了打人那一方的队伍去了哈。那这背后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不难想象。以上啊就是整个事件截止到目前发展的一个动态哈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最终真正损失惨重的，其实还是那2个卖房的人哈。其实你看，他们本来手里有3000多万的正当收入，换个地方躺平都可以哈，就是他们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日子也都能过。但事情偏偏没有那么走，他们因为没有拿到那400万的家具款，然后后来呢，房款被追缴，官司缠身，一个人跑路，一个人坐牢。
胡国强呢是个贪官，这件事儿肯定不冤，但把他送进去的人啊，这个结局也不好。可以说，权力和金钱搅在一起，就是没有旁观者，进去了就很难出来。不管是贪的那个，还是举报的那个，还是当初拿来了8箱现金的那个。好，本期就讲完了，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。